这是什么？我不是说了吗？送你的礼物。这个我不需要。你现在在家吗？我马上给你送过去。你别，我忙着呢，你千万别送过来。我跟你说，养宠物有利于精神健康，你可以试试看。可是我没养过这种东西啊。哎呀，就是条金鱼，你试试看，没关系的。你不要扔掉啊，我以后会考察的。哎，我该拿你怎么办呢？哎，你怎么拉了？哎，你别吃啊！你不能吃这种东西。哎呀，你不能吃啊！为了防止之前的悲剧再次发生，我决定在你吃之前，先把你捞出来。你说说你，吃完拉，拉完了吃，吃完了再吐，你怎么这么爱吃自己的排泄物呢？这个水箱本来想着放些水可以调节一下屋里的空气湿度，没想到现在居然在这儿派上用场了。就算送礼物，也得送别人喜欢的呀。今天还得想办法给他送回去。今天有拍摄，会很忙，小金鱼就拜托啦。你为什么要一直动来动去呢？你就不能老实点吗？还说什么给我调节心情，明明就是给我增加负担。难道是饿了？其实呢，我也不是不喜欢你，只是我这个人只能专注的做一件事情。哎，你不能吃自己拉的东西啊！吐出来，吐出来，吐出来！哎呀，哎，吐出来！您好，78元，谢谢。有时会将自己的排泄物当鱼食吃掉，也属于正常。请注意，如果喂食过多，会导致腹胀，严重的还有可能致死。你说说你，自己的排泄物自己吃还属正常，我是不是给你喂太多了？我到底是在干什么？就因为你这个小屎球。你在想什么？是不是在想同伴？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是不是很寂寞？经国，快来！片子我明天给你啊。累坏了吧？手机给你，谢谢。
这家伙之前不是没有头像吗？现在竟然拿金鱼做头像。表面看起来很嫌弃，其实内心还是很喜欢的嘛。今天回得这么快。看来已经打得水深火热了。你知道吗？走进这个房间的，除了他以外，你是第一个。Somebody come love me, so lovely, just lovely, yeah. If things just could be one step away from love, one way to get above, one chance to change my life to make it better than it once was. There's only one wish you see. It's all I've got in me. 你说大海？不会去太远的地方，只是散散心。上次去动物园的时候，确实觉得你太辛苦了，所以这一次不会为难你的。去也可以，不过要早点回家。怎么，你有安排啊？我得喂金鱼啊。没关系的，饿一天不会死的。不，我看书上写着，金鱼要一天喂2次，才能更好的成长。好，我会早一点让你回来，早上出去，傍晚就回来，这样你就不用担心了吧？为什么非要去海边？在一个幽静的小岛上，你们才有机会对彼此更深刻的了解，两个人相互依靠，慢慢的更亲密。如果一个小失误记错了开船的时间，你们留在小岛上，住进一个当地的民宿过夜，终于有机会可以摸一摸了，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说去海边，也不知道到底干什么，还真没跟谁去过那么远的地方。不过，是他，应该没关系吧？虽然跟他没见过几次面，但是感觉他应该是安全的。喂，你好。我是妈妈呀，一年到头连个电话也不打，从小到大都一样不懂事。算了，我懒得教育你了，反正你也不会听我的。下个月是你爸爸的忌日，你总该露露脸了吧？做子女的义务你还是要尽到吧。好，我去。志浩，来，志浩，这是你的新妈妈。志浩，我不要新妈妈。
不应该啊，不是都约好了吗？平时最守时的人啊。志浩，哎，你在家啊？你是不是睡过了？我们快点走吧，我们还要坐1个小时的火车呢。我不去了。什么？书我也不要了，我们之间就到此为止吧。你是说皮波的旅程你不要了？那不是你说最珍贵的书吗？是不是你觉得太累了，或者不舒服？如果你不舒服的话，我们其实可以改天的。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哎，等一下，我们都已经有进展了，为什么你忽然要放弃啊？如果你觉得很累的话，我们可以……林诗雅，我再告诉你一次，我们之间到此为止。你算我什么人？你是我请来做治疗的吗？是你突然出现，是你突然要改变我，是你突发奇想要做很多你想做的事情。但是我告诉你，无论如何，你是改变不了我的。所以，就让我一个人吧，不要再管我了。真早。大海从远处看挺漂亮的，可是，可能在志浩的眼里，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吧。也许姐姐说的是对的，如果他自己没有改变的意愿，外人的努力又有什么用呢？世界这么大，说不定还有更好吃的猎物，所以。是时候该放弃了吗？各位，今天把大家找过来开会呢，有2个事情向大家宣布一下。这第一件事情呢，现在这个 NL 公司新一季的产品代言选拔赛，我们公司有一位艺人入围了，那就是你带的李诗雅。真的吗？鼓掌啊！谢谢，我们一定会尽力争取到代言的。一定要更加努力啊！坐吧。第二件事就是，NL 公司的副总裁待会儿要跟大家见个面，啊。NL 公司一向大手笔，这次是要重新找代言人吗？是啊，要是能接下这个代言，以后身价可就完全不一样了。诸位，这位就是 NL 公司副总裁于先生，大家欢迎。徐清然，
果然是你，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最近怎么样？有没有好一些？没有，我不是紧张，我只是有些低血糖，所以才会发抖。我记得上学那会儿，你每次见到我都会这样。所以后来我兜里面常备一颗糖，想说如果你低血糖犯了的话，就给你一颗。后来成了习惯。当年你退学走了，很多同学都好奇你去哪儿了，都不知道你的消息。还有传言说你已经死了。哦，这些我都听说了。抱歉，让他们失望了。于泽，只有你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很健康，放心吧。那就好。最近没有几件事让我开心的，不过见到你，我挺开心的。真希望能成为 NL 的模特，这样我的照片就可以挂在这儿了，像做梦一样。炸鸡？喂？对不起，小金鱼死掉了。志浩，志浩，你开门呐！志浩，你没事吧？对不起。没关系，你没事就好。我带你出去走走行吗？喝一杯吧。我不喝酒。只喝一杯没关系的，出了事我负责。这个时候最适合的就是喝酒。人在悲伤或者不开心的时候，偶尔喝一杯不碍事的。有的时候，酒会让你更放松，也会让你更真实的面对自己的情绪。我知道你很在意那条金鱼，我也相信那条金鱼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一定是最幸福的时候。啊，志浩，志浩，你没事吧？喂，你有没有磕到头啊？刚才我。对不起，小金鱼。对不起。太夸张了吧！一杯酒就喝醉了，这简直是不劳而获呀！醉酒了毫无防备，我刚刚碰他，他也没有拒绝。那么现在是不是可以大大方方的摸他了？为什么？为什么都要离开我？妈妈也是，爸爸也是，皮皮的列车是我妈妈的作品。我的妈妈是位童话作家。小时候，我总喜欢坐在妈妈身边，听她给我读童话。那个时候的我最幸福。就在我8岁那年，父母突然离婚，妈妈也离开了这个家，把我留给了爸爸抚养。
我每天都在等着妈妈回来，想让她给我念童话书。你知道你妈妈为什么不回来吗？因为你太懒太脏了。像你这样脏兮兮的孩子，谁愿意待在你身边啊？你看你妈不要你了吧？从那时候起，我每天都要洗很多次手。我想，如果自己足够干净的话，或许妈妈就会回来。所以，每次继母那么说我就会一次比一次更努力地清洗自己，打扫房间。我怕自己会染上细菌，所以从来不和同学们接触。就这样，我没有朋友。在我小学毕业那年，我爸爸因病去世了。爸爸的手是最后给我温暖的，可我还是控制不住的要洗干净。我憎恨我这样的人，我不想要这样的生活。无法拥抱的恋人啊。到家了。我到家了。终于知道他的秘密，心里竟然有些难过。不行，再怎么饿也不能乘人之危啊。可是，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下次可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所以，就冒5秒，不，10秒，10秒吧。志豪，对不起了。不要离开我。清然啊，你这是第一次做心理咨询吗？没关系的，很多人都像你一样，第一次来都有所顾虑。但是我们的工作就是为你解决问题，并且保守秘密。我最近睡眠不太好，又开始做同一个梦。之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吗？我高中的时候暗恋一个学长，我特别喜欢他，然后突然有一天他退学走了，我就鼓起勇气问他为什么。那他怎么回答你的呢？他就过来对我笑了笑，然后说了一句再见，从此就消失在我的生活里了。从那以后，我经常梦到他说的那句再见。慢慢的，我不再做那个梦了，也走出了他对我的打击。那又是什么原因触发了你再次做这个梦的契机呢？因为我又见到他了。我知道这很神奇，但是看着他活生生的站在我面前，我觉得那10年的痛苦和疑问好像都不算什么了。我觉得可能是过去有些事情在你心中留下的遗憾所带来的应激反应。当你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也会再次被带入你心目中的那个场景。其实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非常简单，等这个遗憾被你释怀的时候，自然也就不会去想了。我知道了，这个是短期内治疗失眠的药，没有什么太大依赖性，但是1天只能吃1颗。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打给我。谢谢兰溪姐。客气。
昨晚很尽兴。昨天怎么给我发了2个章节？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呀？我终于听到原因了，原来他的洁癖症源于家庭。你还没有放弃啊？我胜利在望了，放弃干什么？想胜利，你趁他喝醉的时候直接扑上去就好了。我像那种乘人之危的禽兽，像吗？我承认，我确实碰了他，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嘛。而且，我只碰了他这么一点点，我内心已经很惭愧了。就这么一点点，说到底你还是摸了他呀？那是因为他说的实在难过，我不忍心嘛。而且，通过昨天的谈话，我已经确定他确实要改变自己了。所以，只要我帮助他克服小时候的心理创伤，那你打算怎么办？说起来有些多管闲事，但是我觉得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让他和他妈妈见上一面。只要他和他妈妈见上一面，那么一切就都有可能改变。喂，我不是在问你打算怎么治疗他，我是在问你啊，打算怎么办李诗雅？对啊，边吃边恋爱吗？恋爱？看来我还真的没有想过，治好他的洁癖症之后应该怎么做。迄今为止，一直都是别人先走近我竟然还不着边际地想着，只要治好他的病，便可以触摸他。虽然恋爱当然是自然而然的会有身体接触，可是恋爱也得是需要彼此喜欢对方吧。志浩，感觉怎么样？舒服点了吗？这是怎么了吗？吓死了！这怎么办呢？太尴尬了。喂，呀，怎么办啊？我怎么才能不碰到他？我真的要疯了！已经第3天了，没理由啊！不可能一下子给我发这么多章节啊！肯定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可是我也不能去问他吧？谁啊？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李诗雅小姐，这是送给你的礼物。你真的拿到这个奖了？本来我还替你担心呢，竞争这么激烈，怕你得不到，到我们家一哭不起。我什么时候在你面前哭过啊？说。哎，石焕呢？怎么没来？连体婴终于分开了。石焕还没起飞呢，我是提前结束那边活动回来的，因为想见你啊。怎么就是没有邮件呢？看什么呢？没什么。李诗雅，你最近很奇怪哦，突然变得神神秘秘的。说，是不是跟我之间有秘密了？有秘密不是正常吗？我们又不是小孩子了，人长大了都会多多少少有自己的生活啦。道理我明白，但是我不喜欢。不好，我得先走了，不然记者该上班了。走了，拜拜。喂，您好。哦，您是要那个皮波的旅程作者的号码是吧？哦，电话号码的话属于个人隐私，恕我们无可奉告了。如果您非要一个联系方式的话，我们可以把他的邮箱告诉你。啊，好的好的，我记下邮箱了，谢谢，麻烦你了。太好了，终于找到联系方式了。妈妈，这怎么办？哎呀，宝贝，你怎么那么……炸鸡小时候和妈妈在一起，说了，冰淇淋肯定也是像她这样幸福快乐吧？知道。好像认识了这么久，还没见过她笑。其实想一想，我的生活从来都是热闹的，从来没有经历过她那种孤独。因为我们是外貌优于人类的吸血鬼，所以从小到大，身边围满了喜欢我的人。在家里，我们姐弟3人也总能把生活搞得鸡犬不宁。还有一直陪在我身边的朋友们，干杯！真的无法想象被亲人抛弃的那种绝望和无助，无依无靠，只能封闭自己，才能避免外界的伤害。这样长大的他，我如何能够了解？难道炸鸡不去找他妈妈，是因为害怕？害怕被拒绝？你想什么呢？你怎么可能对猎物有同情呢？知道的越多，越是下不了手，我图什么呀？越想越饿。果然还是不行。莱文他那天晚上喝醉酒后到底发生了什么，还是太奇怪了。打电话吧，或者发信息。你好，你找我啊？在我家门口，应该就是找我有事吧？是，不是？我是说那天。那天？哦，我知道了，就是你只喝了2杯就人事不省，还是我把你背回来的那天吧？你非要说出来吗？你不用表达歉意的，谁喝多酒都会比较弱智，我喝多酒比你严重多了，没关系。不是，我不是来道歉的。啊？谢谢你，我是来说谢谢的。谢我什么呀？童话说，你多发给我了。因为我正好要看嘛，然后你就发给我了，然后把书给我吧，别的没其他事了。哎，志浩啊，你不用谢我，因为我也从你那里得到了珍贵之物，得到酬劳是应该的，不用放在心上。拜拜。贵重之物？什么贵重之物？这样开玩笑会不会太过分了？
不过我说的也没错啊，我的确是从他身上收到了贵重之物。要是他下次还喝酒，该多好呀！没回邮件，已读回执我明明已经收到了，他怎么还是不回信息啊？不回你消息不是很简单吗？这很明显不想见面。怎么可能？那是他的小孩，他怎么可能不想见？大人也有他们自己的理由啊。一旦决定离婚呢，就证明他们夫妻之间是有问题的，之后抛弃自己的孩子不出现不联络，这其中肯定是有隐情的。可是无论如何孩子都是无辜的，就这样被妈妈抛弃的话，我还是想让他们母子见上一面。你不要干涉太多，反正是别人的事。哎呀，你不要太无情好不好？你知不知道我走到这一步有多不容易啊？可是原本你不就是把他当作猎物来接近的吗？你何必要这么执着？想要改变一个人的人生，绝非简单之事，是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和代价的。我不是小孩子了，我不会放弃的，等我证明给你看。那我先走了。以前的我好像从没有对某件事情有过如此渴望的程度，也从没有努力过，即使仅仅是触摸，也能感觉到一种温暖干净的能量。所以我不会放弃，我一定会得到炸鸡，不择手段。好，各位辛苦了，辛苦。辛苦了，辛苦啦。来，东西搬到这边。好的，搭把手，没事吧？感觉踉踉跄跄的。我再联系一下。不知道为什么打不起精神。收拾东西。那咱们到这边休息一下吧。我觉得这个放在这里。回复我了。晚上好，怎么还没睡啊？你怎么不联系一下就？周日我带你去个地方，下午3点。周日？童话书不是还有一点没发完吗？我到时候带你去个地方，给你个惊喜。什么惊喜啊？反正我又不会吃了你，到时候见，拜拜，到时候见。到底要去什么地方啊？我既然已经跟你出来了，我至少有权利知道。哎呀，你就跟着我走吧，别担心了。我带你去个好地方。哎，好地方！我跟你说，我对你绝对没有那种想法。而且那天晚上，我真的不知道我对你做了些什么。可是，到了，就是那儿。家门口不是有咖啡厅吗？为什么要来这里？你知道的，我不喜欢见陌生人。在那儿。志浩，志浩，志浩，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没提前跟你说，对不起。上次你告诉我，那本书的作者就是你妈妈，还有你童年的那些事。你说那本书对别人不重要，但是对你却是最珍贵的。其实，你是在想念你妈妈。人生最幸福的时刻，只有小时候妈妈温柔的声音，还有暖暖的手。我每一天都在想你。你不是一直在等这一天的到来吗？你到底在怕什么？是啊，小姐。是。我想单独跟志浩说2句话，可不可以？可以，可以。那二位先聊，我就出去了。我先走了。他的表情看起来不太好，会不会应付不来啊？难道是我瞎操心吗？难道炸鸡只是想看他妈妈写的书，仅此而已，根本没想见面？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我的小志浩长大了。看起来，志浩过得还不错。您觉得我过得不错？在您的眼里，我真的过得不错吗？我有多痛苦，您知道吗？为什么当时悄无声息的就离开我？我不是想抛弃你，志浩。妈妈那时候离开，真的是种解脱。你知道，你爸爸总是在忙工作。虽然我努力试着理解他，配合他，可是和他在一起，我觉得越来越孤独、寂寞、无助。不知从何时开始，就连看到你都痛苦不堪。我害怕自己忍不住会把这种怨转移到你身上。那种痛苦让我不得不选择离开。从那之后，我就一直活在内疚里，想起来总是很后悔。但是我也知道，已经没办法挽回。那你当年为什么没来找我？我不能去找你。为什么？我想了很多。我既然已经放了手，我有什么资格做你的母亲？今天我来的时候，还在想该不该来。后来我想到了他的话，这才鼓起勇气过来的。他？难道是诗雅？几天前，他跟我单独见过面。我今天来呢，是来拒绝你的请求的。我已经深深伤害了他。我来拜托您，不是为了让您对志浩以后的生活负责。您是他的家人，您能给予的是帮助，不是痛苦。他的话深深打动了我这才下定决心来见你。志浩，妈妈知道，现在说这些话都太晚了，但是妈妈真的想告诉你，妈妈每分每秒都爱着你。
总认为自己不讨人喜欢，就连身边的人也许都会离我而去，他们绝不会喜欢我这种人。即使听到表白，我也无任何感觉，只因不讨人喜欢，所以也不知道该如何去爱，渐渐孤独一人。可是现在缺乏的那部分，好像慢慢的被填补了起来。志浩，你没事吧？你怎么这么爱多管闲事啊？对不起，是我太自作主张了。我以为你见到你妈妈就能治好你的病。她说了什么伤害你的话吗？没有，就是说了一些让我觉得很惊讶的话。对了，你和诗雅是什么关系啊？只是邻居。诗雅是个好孩子，我问她你们关系的时候，她犹犹豫豫的说什么喜欢你。遇到愿意真心对你的人，要懂得珍惜。到底是什么让你惊讶的话呀？认识你这么久，第一次看到你笑。对了，谢谢你。啊？其实我一直都知道妈妈住在什么地方，想找她的话随时都可以，只是我没有勇气。我怕她说不要我，我害怕自己什么都不是，我更害怕被抛弃的感觉。所以直到今天，我才发现，我想念的不仅是母亲，而是被爱的感觉。所以，谢谢你。为什么心里这么难过？等等，现在不是说这个事情的时候。既然见到他妈妈儿消除了误会，那么现在，志浩，那就说明你已经痊愈了，对不对？怎么了？怎么了？细菌。不是吧？你不是都已经见到你妈妈了，这不应该治好了呀？这么多年养成的习惯，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就改了？我在干什么呀？费了这么大力气，结果完全没有起色。童话书也只剩2张了，我到底在干什么呀？今天真的很感谢你，一直以来我都太安于现状了，多亏了你，所以我也想做一些改变。那个童话书我不会还给你的。什么？我说童话书我不会还给你的，绝对不会。不是，你为什么突然说这个？为什么这样说我也不知道，总之我不会还给你的，以后再说吧。要是现在把书还给他，就真的没有见面的借口了，一切就结束了。发了信息也不回，至少给我个准信儿嘛。他不会拿着我的书逃跑了吧？嘿嘿，想要你的书吗？偏
不给。算了，不想了，还是好好工作吧。诗雅，不会真的出什么事了吧？哎，你是找住在302的女孩吧？对，我找她有重要的事情。前2天我看见她拿着行李出门了，估计是搬家了。哇塞，真的好啊！有点凉。此次真不错。这是哪儿啊？这儿环境还不错啊。谁让你上来就睡觉的？总监刚刚说的话你也没有听到吧？他说什么了？这个岛是无人岛，我们要在这里进行封闭式训练。大家都很激动，你怎么睡得着啊？这个对讲机拿着，岛上没信号，要靠这个呀保持联系。睡得太死了，没信号可怎么跟炸鸡联系啊？他们里面没一个好吃的，可怎么办呀？首先要恭喜你们从全国艺人当中脱颖而出。接下来的半个月是我们的魔鬼式训练，我们会不停地淘汰人，最后留下来的就是我们 NL 的年度代言人。接下来我们要拍双人照，你们要利用岛上的风景，自己找到自己的搭档。接下来去准备吧。真没想到，这样的人也能入围。就是，那种啊，
就是人前装小白兔，人后呢又卖弄风骚。要是 NL 真选了这种人做代言，岂不是笑死人啊？还是不要说了，他在那儿呢。有什么不敢说的？我可不像有些人做了事支支吾吾的不敢承认。NL 选了我们和他们一起竞争，真是我们的不幸。你们两个说够了没有？你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人家凭本事进来的，你就算再不喜欢他，对竞争对手最起码的尊重也是尊重你自己。他之前做过什么事情，我不知道，但你们现在做的，真不是什么好事情。李诗雅，你觉得自己可厉害了是吗？你这种蹭辛巴热度的方法也教教我们呀，我可想学了。你学不会，你知道吗？我明明拒绝了，还是有很多人想要约我，因为我比你漂亮。算了算了，你又不是不了解他，等拿到了 NL 的代言，就能一分高下了。走吧。如果能爬到那边最高的山上，这样会不会有信号？这里不会有的，这个岛很偏，信号哪里都覆盖不过来。哦，这样。李诗雅，你愿意和我一起拍照吗？啊？老师说要选一个搭档，我觉得就你最好。好啊，那我们也走吧。你怎么回来了？诗雅没事了，她去参加 NL 的封闭复试，保安级别比我都高，我也该归队了。你不会是因为 NL 总部离这儿比较近吧？别拆穿我行不行？我可是100%想参加咱们的最后一站巡演的。你这句话还是留给公司说吧。哼。来看这边，诗雅握着陈晴的手。不用吧，我觉得现在挺好的，很自然。你不要介意啊，诗雅。我们这次拍的可是《末路狂花》的主题，要享受生命的最后时光，当然要抓紧身边的人啊。我不喜欢和女艺人在一起拍照的原因是，女艺人因为长期的控制食量，体格和精神状态都不如男模特，被我触碰到，很容易晕倒。哎，陈晴。哎，对了，你听说了吗？今天陈晴拍照的时候晕倒了，是不是因为节食啊？不会吧，我之前一直听说她很刻苦，也很敬业的，这次是怎么了？因为李诗雅和她发生了争执，所以到现在还没起来呢。不会吧？李诗雅平时是不太礼貌，但也不会做这样的事吧？谁知道呢？摄影师都说了，最开始陈晴好好的，她低头调了一下相机，就晕倒了。况且李诗雅看起来一点儿也不惊讶，也不慌张，就好像知道似的。毕竟他们俩是这一次最大可能性拿到代言的，真的是为了代言，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没人跟你说过议论别人要看场合吗？做人要有底线。我不跟你争执，不反驳你，是因为我一直在想，不想跟你这种人计较。哼，也对，你未来的日子应该都会是这样的，被嫉妒跟虚伪充斥着。我不会做你说的那些事情，所以就算我输了也没关系，因为我的人生至少光明，不会像你一样阴暗。兰溪姐，都查清楚了，这次吸血鬼失踪事件里，第一个失踪的是吸血鬼小灿，正是皇后区管理吸血鬼护体的办事员。
好，我知道了。陈晴，反正集合还要一会儿，我出去跑2圈，你帮我跟老师说一声啊。嗯。剩最后一天还这么拼啊？拿不到代言，脸往哪儿放啊？但是至少我努力过，不像有的人只会说风凉话，放到哪儿，还真不知道。哎，你知道吗？这次选拔他们内定了李诗雅，所以说我们都不是你的对手，李诗雅才是。我觉得如果早就内定了的话，就不必这么大费周章的做训练了吧？你知道这次选拔给 NL 带来了多少热度吗？这次选拔它本来就是一个营销，它只会朝着广告商想要的趋势发展。所以说你要怎么赢它，自己想清楚吧。我想凭自己的本事赢。凭你的本事？你的后台恐怕没有这个本事让你赢吧。今天就要选出3强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怎么才能把李诗雅比下去？